如果你曾经在深夜看着红色的下跌曲线感到手心冒汗，或者在疯狂的涨幅中因为害怕错过而焦虑，那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财富的认知。我们要聊的是人性、金钱，以及如何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那个绝对不会骗你的底部。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比特币真正的底部从来不是价格数字，而是链上数据。如果你只盯住价格看，你永远只是庄家眼中的猎物。但如果你学会看透数据背后的筹码流动，你就能从被割的韭菜变成掌握游戏规则的猎人。这部影片我会拆解那些隐藏在记账本里的财富密码，让你明白为什么当全世界都在惨叫时，反而是你翻身的最好机会。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在结尾我准备了一个关于庄家具体动作的神秘惊喜 bonus 要送给你。这个礼物能帮你在下一次市场变脸前先一步看清生机。现在我们正式进入正题。很多人问我，比特币现在这个价钱到底是不是底？说实话，如果你还在盯着那个跳动的数字问这个问题，那你大概率又要掉进坑里了。价格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造假的东西，它可以因为某个人的几句话暴涨，也可以因为某个交易所倒闭而闪崩。价格是情绪的产物，而情绪是最不靠谱的。我曾经也和你们一样，记得几年前那次大崩盘吗？我当时看住荧幕上的红字，心跳快到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我看着资产缩水，手心全是汗，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深不见底的海里游泳，你不知道脚底下踩的是沙子还是怪物的嘴巴。我当时疯狂的刷社交媒体，想看那些大神怎么说。结果呢，有人说会跌到零，有人说赶紧抄底。那时候我才明白，如果你把命运交给别人的嘴，你注定会倾家荡产。为了让你们明白价格和数据的区别，我想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想象一下，你走在繁华都市的街头，看到一家装修得富丽堂皇的精品店，门口挂着全场3折的大海报，价格看起来诱人极了。如果你只看价格，你可能会冲进去疯狂扫货。但如果你能看到这家店的后台数据，比如你看得到他的进货单，看得到他每天的真实流水，甚至看得到老板是不是正在偷偷转移资产，你可能会发现，虽然门口在打折，但其实这家店已经3个月没进新货了，核心员工都在辞职，这叫崩盘前夕。反过来，有的店虽然冷冷清清，没什么折扣，但你查数据发现，全球最有钱的那1%的客户，正在背后疯狂订购他们明年的款式，这才叫真正的底部，这叫蓄势待发。比特币也是一样，价格在跌，大家都在哭，这不叫底部，真正的底部是当价格在跌，但聪明钱却在默默的把币从交易所提走，锁进保险箱的时候。在那次亏损之后，我开始闭关，我不再去看那些五颜六色的线，我开始研究链上数据。什么是链上数据？简单说就是比特币的记账本，这个账本是公开的，谁也没法造假。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当散户因为恐惧而疯狂抛售时，那些持有比特币超过1年的老玩家，他们的持仓量竟然在增加，他们就像冷静的猎人，躲在暗处，看住新手把珍贵的筹码像垃圾一样扔掉，然后一张一张的捡起来。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财富密码，底部不是一个价格数字，而是一种筹码的转移状态。当那些心态不稳的人把币交给了那些死不卖的人，市场的底部就结实了。就算政治局势再乱，通膨再严重，这群人是不会动摇的。现在的全球政治环境大家心里都有数，货币贬值，战争威胁，政策摇摆，很多人觉得这是风险，但我告诉你，这正是比特币作为数位黄金发光的时候。政治家可以印钞票，但他们印不出比特币。当你学会看链上数据，你会发现这不是在投机，这是在进行一场财富的大转移。如果你现在觉得迷茫，那是因为你还在看那个会骗人的价格。未来3到5年，真正的赢家不是那些每天杀进杀出的人，而是那些能在数据中看到谁在买，谁在拿的人。我想再跟你们分享一个深度心理学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总是拿不住？因为人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逃避痛苦而设计的。当你看到资产缩水，你的大脑会发出警报，叫你赶快跑。这在远古时代能帮我们躲开狮子，但在金融市场，这会让你变成被收割的对象。我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投资人，他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观察那些大户钱包的动向。他跟我说，当全世界都在尖叫的时候，他只会去数那些大鲸鱼又吃进了多少筹码。那种冷静是建立在对数据的绝对信任上的，而不是对运气的赌博。这就像是你去买一间凶宅，所有人都说那边阴森森的不能碰，但你查了政府的地籍资料和未来的开发计划，发现5年后那边会盖捷运站，盖百货公司，那你还会怕吗？你不但不怕，你还会嫌自己钱不够多。
没办法买下整栋楼。现在的比特币市场就是这间被大家误解的凶宅，链上数据就是那份政府的开发计划书，只要计划没变，中间的风风雨雨都只是杂讯。我们要学会屏蔽这些杂讯，去听那些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也就是那些用真金白银在投票的大户动向。大家常说庄家割韭菜，听起来好像你是那棵无助的草，只能任人宰割，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庄家每次都能精准的在低位捡到你的筹码？难道他们有预知能力？不是，是因为他们手里握着一张你看不见的心理地图，而这张地图的背后全是冷冰冰的链上数据。庄家最怕的不是你聪明，而是你没感觉。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几年前市场惨不忍睹，那种跌法是每天早上醒来你都觉得天要塌了。我当时在一个圈内人的小聚会上，遇到了一位帮大型机构管理资产的学长。我焦急地问他，现在大家都吓死了，你们不卖吗？他喝了一口咖啡，淡淡的跟我说，我们最喜欢这种时候，当散户开始在网络上谩骂、绝望、彻底不看盘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干活的时候。这就是庄家的心理学，他们会利用利空消息配合价格闪崩，制造出一种末日感。链上数据会显示，这时候散户的币会大量流入交易所。庄家在等什么？他们在等你的投降点。当你因为害怕，因为想保住最后一点生活费而点下卖出的那一刻，你的筹码就进了他们的口袋。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想象你看中了一个社区，环境好，潜力大，但某天那栋楼发生了意外，房价瞬间腰斩，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一般人会说，哎呀，那房子不吉利别碰，但真正的投资高手会去翻看这个区域的长远规划，看政府的基建投入，看核心商业区的位移数据。如果这些数据都没变，那这个意外导致的跌价就是老天爷送你的礼物。比特币的底部数据就像是那个社区的长远规划，价格跌了是因为有人吓跑了，但链上数据显示大机构的钱还在进，网络的转账量没掉，持币地指数还在增加。这时候你买的不是不吉利，你买的是别人的恐惧溢价。聊聊现在的国际局势，2026年了，你会发现各国政府对比特币的态度越来越暧昧。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印钞票救不了经济，只能找一个数字避风港。政治家在荧幕前可能说要监管，要收税，让你感到焦虑，但你去看链上数据，你会发现很多神秘的大型钱包背后的来源竟然指向某些主权基金或政客的关联账户。这就是我想给你的建议，听其言不如观其行。他们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当政治局势越乱，比特币这种不被任何国家控制的资产，它的刚性需求就越强。这不是玄学，这是博弈论。如果你现在手上有闲钱，想在未来的浪潮中分一杯羹，你得学会分批入金，别想着一次买在最低点，连电脑都算不准。你要做的是观察平均成本线，当价格掉到链上所有人的平均持仓成本以下时，那就是老天送钱。别看5分钟线，看周线，把眼光拉长，你会发现那些每天的震荡只是庄家在洗碗，目的是把脏东西，也就是心态不稳的人洗掉。我还要跟你们说一个心态上的秘密，很多时候你觉得熬不下去，是因为你孤身一人在面对荧幕。当你看到那个数字跳动时，你的恐惧会被无限放大。这就是为什么庄家喜欢在深夜发动袭击，因为那时候人的意志力最薄弱。但我学会看数据之后，我发现我不再孤单，我看着那些跟我一样在低点默默买入的钱包地址，我感觉到有一群最聪明的人在跟我并肩作战。这种心理上的支撑比任何人的安慰都有用。你要明白，市场里大部分的人都是情绪的奴隶。如果你想成为那赢钱的10%，你必须先学会切断你的痛觉神经，把那些红色的下跌看成是打折的商标。这听起来很变态，对吧？但这就是实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的大佬看起来都有些冷酷，因为他们早就看透了这个游戏的本质。他们知道每一张流出的筹码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泪水，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接住那些泪水，并将其转化为未来的利润。讲到这里，我想再深入一点。很多人会说，我就是没钱才想靠这个翻身，但我告诉你，越是没钱的人越容易被情绪左右，因为那是你的保命钱，所以你的心理压力是那些大户的100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用数据来去情感化。当你把那一串串哈希值看成是战场上的兵力部署，而不是你的生活费时，你的胜率才会真正提高。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惊心动魄的逃顶计划。这最后一部分我们要聊的是最难的一关，也就是当所有人都疯狂时，你如何清醒地带住钱，全身而退。很多人能熬过寒冬，却死在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如果说底部是恐惧堆出来的，那顶部就是用贪婪盖出来的摩天大楼。
我见过太多人在底部熬了2、3年，最后在翻倍的时候太过兴奋，结果不但没卖，还加了杠杆，想赚更多，最后在暴跌中把命都赔了进去。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就叫他 A 吧，他在上一波行情最好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看账户又多了几万美金，那时候的他走路带风，甚至开始看跑车，想辞职。我当时看了一下链上数据，发现那些拿了3、5年的远古钱包正在疯狂往交易所转币。我提醒他大户在撤了，你要不要先出一半？他当时回了我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这可是数位黄金，现在才刚开始，我要拿到它涨到50万美金。结果不到2周市场变脸，他的资产缩水了80%。他不是输给了市场，他是输给了自己的多巴胺。你要记住，在币圈赚到钱不叫本事，把钱拿走才叫本事。这就像你下班去吃晚餐，路边一家平常没什么人的热炒店，突然间天天排队，连路边的小学生都在聊这家店有多好吃，甚至连从不关心财经的邻居阿姨都跑来问你现在买比特币还来得及吗？这就是生活给你的链上数据，也就是情绪过热。当原本不属于这个市场的资金全部涌进来接盘时，就是聪明钱该离场的时候了，别去等那个最高点，因为最高点永远是留给那些最后倒霉的接盘侠的。现在是2026年，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想给你们几个实质的布局建议。首先是政治的推力，你会发现现在比特币已经不再是极客的玩具，它成了地缘政治的博弈工具。当一些国家开始把比特币列入储备资产，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意味着底层支撑更硬了。具体的赛道方面，我建议你们多关注 AI 加上链上数据的结合，以及 RUA， 也就是现实资产代币化。未来的财富不会只在一个币上，而是在那些能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技术上。投资策略上永远不要满仓，我自己的做法是永远留20%的现金，也就是稳定币。这20%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当市场突然发疯，大家都在跳楼时，我有勇气去捡那些便宜的钻石。我见过很多人赚了钱却赔了生活，他们每天盯盘到凌晨，脾气变得暴躁，跟家人的关系一团糟。我想告诉你，数据是冰冷的，但钱应该是有温度的。你学会看链上数据，学会抓底部，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账户里的数字变成几个亿，而是为了让你在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时有一份不求人的底气。当你有这份底气时，你不会因为一天的涨跌而焦虑，你会有时间去陪家人，去吃顿好饭，去看看这世界，这才是投资真正的回报。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算力与难度的变化。很多人忽视了背后那些挖矿的人，他们是这个网络的守护者，也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当价格暴跌，但算力依然创下新高时，这代表这群投入了数亿美金硬体成本的人依然看好未来。这就是另一种隐形的链上底部，你要学会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你就会发现市场其实一直在跟你说话，只是以前你听不懂而已。现在你有了这双眼睛，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生机。最后，我要送给大家一个终极 bonus， 也就是财富自由后的降温清单，这是给看到最后的你最真诚的礼物。当有一天你真的靠着这套逻辑赚到了以前不敢想的钱，请打开这份清单，第一时间清空杠杆，不管你觉得未来还会涨多少，先把借的钱还了，买入一份防守型资产，比如实体黄金、地段好的房产，或者只是给家人买一份足够的保险。消失1周，关掉所有的行情软体，去一个没讯号的山里或海边，你需要重新校准你的大脑，让它从那种高频的刺激中恢复过来。不要告诉所有人你发财了，财富需要守护，而低调是最好的护城河。财富是一场马拉松，不是100米冲刺。我在链上的世界等你，希望下次我们在聊时，你已经不再是那个看住价格发愁的新手，而是一个能看透数据、掌握人性的猎人。既然大家都听到这里了，我也想给你们一个更直接、更具体的行动方案。刚才聊了这么多链上数据的逻辑，但说实话，看懂逻辑跟亲手抓到大户，中间还差了一层窗户纸。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每天到底是怎么在成千上万个钱包里精准揪出那些胜率极高的神秘大鳄，到底是用哪些免费又好用的工具在做24小时监控的话，我决定把这套私藏的实战补精 SOP 整理出来。但这套内容非常硬核，需要花很多时间录制荧幕教学，所以我得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要进阶了。如果你们想要这份方案，请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想看实战。只要留言的人数够多，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直接大公开，手把手教你们怎么翻开庄家的底牌。我们火候到了就开讲，绝不私藏。最后，我也要非常诚实的提醒大家，以上我分享的所有经历、心得和走势分析，
纯属我个人的经验总结和投资意见，并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币圈一天，人间一年，这个市场的风险极高，任何数据分析都有其局限性，请你在投入任何一分血汗钱之前，务必做好风险评估，用你赔得起的钱去参与这场博弈，不要让投资变成你生活的负担，而是要让它成为你通往自由的垫脚石。你准备好从一个随波逐流的观望者，变成一个冷静透视数据的猎人了吗？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的大脑有冲击，请帮我点赞、关注并分享给你身边那个还在为价格焦虑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